你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让手下忠诚？他当众砍下手下的拇指，用血腥手段震慑其他人，让他们不敢有一点背叛之心。警告完手下后，他又来到了妓院。詹姆斯让众人不用慌张，因为他们偷走的硝石属于东印度公司，所以王室不会因此绞死他们。随后，他拿出那根断指，明确告诉众人，通风报信的人会受到惩罚，而守口如瓶的人则能拿到钻石。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的主席已经怒不可遏。硝石失窃之后，他们不仅遭到王室和民众的嘲笑，甚至还可能被王室指控失职。斯图尔特心里清楚，这件事一定是詹姆斯干的。We just have to find out where. Now we can use every resource we have, every resource. We are richer than God. 另一边，詹姆斯来到农场，询问博士火药的制作进度。Given the quality of the saltpeter,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make gunpowder? 4 weeks, and I'll need an assistant. 得知博士需要助手后，詹姆斯便来到隔壁小屋，屋里住着的正是第一期视频中替詹姆斯父亲养了10年孩子的老头，以及那个身份成谜的男孩，而他的身世也即将揭开。The sacks of saltpeter in the barn were stolen. I burden him. They were stolen from 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All right. Now anybody who knows of its whereabouts but does not report it is liable to hang. So, you are now one of us. 说完，詹姆斯便把男孩带到仓库，让他一起参与火药制作。Your apprentice. 可就在所有事情都按计划推进时，美国间谍又一次找上了詹姆斯，并表示前线火药已经严重不足，想要买下他正在制作的那批火药。但在这种时候把火药卖给美国人，无疑就是叛国重罪。I'm afraid I don't have any powder. 眼看詹姆斯准备离开，间谍直接说出了火药工厂的位置。原来他的人早就已经渗透到詹姆斯身边。No organization is watertight, James. You're just lucky it's our pot the informant pissed in and not the company's. 形势所迫，詹姆斯只能答应交易，可间谍只给了他8天时间。如果到时候拿不到火药，就会以间谍身份向皇室举报他。詹姆斯依旧会因为叛国罪被绞死。博士得知此事后十分无奈，短时间内做出火药并非不可能，但必须加入氯化盐，这种制作方法极其危险，整个过程不能有半点失误，必须有人日夜不停地搅动，一旦中途撑不住，手上稍有偏差，都可能引发爆炸。And where do we get this chloride? No. Need to ask a far more important question, which is, where will you get a chemist insane enough to work for you if you decide to add fucking chlorates to these vats? 詹姆斯同样没有退路，如果不冒险制出火药，他们最终还是难逃被绞死的下场。 You risk the life of your son for chloride. Get the chloride? Yes. I will get you men. 第二天，詹姆斯便带来一批工人，让他们开始轮班搅动桶里的火药。可当老头看到那个孩子也在其中时，心里顿时很不是滋味。虽然两人没有血缘关系，但这个孩子毕竟已经跟着他生活了10几年。 And may God have mercy on our souls. 另一边，决斗落败的姐夫把满腔怒火都发泄在妻子身上，每天晚上都会大打出手。由于詹姆斯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波尔担心他的安危，便来到姐姐吉尔家中，想问他是否知道詹姆斯的去向。可他没想到，自己看到的却是吉尔满脸伤痕。 I'm afraid I have no idea where he is. 看着吉尔小心拘谨的样子，波尔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但他也不好继续追问，只能先转身离开。几天后，博士终于做出了第一批火药，可想要把这些东西运出城，依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间谍找到詹姆斯，告诉他最近城里开始流行一种名叫霍乱的传染病，或许能借此帮助他们运送火药。 When will you deliver? Tomorrow, at midnight. 第二天傍晚，他们将火药全部装进棺材，又在棺材上贴满霍乱告示。所有人都戴上口罩，伪装成运送尸体的队伍。等他们赶到城门口时，时间已经来到午夜。只要通过眼前这道检查，后面就不会再有太大风险。What's this? Cholera. Cholera? 可队长听后并不在意，仍然坚持要开棺查看，甚至让手下拿来了火把。詹姆斯立刻看向屠夫，示意他随时准备动手。
Jesus Christ! Go on, go! Go, get out here, go! 众人这才发现队长为何突然慌了神。原来男孩听到守卫要检查后，竟然偷偷钻进了棺材里。Good boy, boy. 可就在他们顺利通过检查时，农夫老头却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为了让孩子摆脱这群危险的人，他决定去东印度公司告密。与此同时，詹姆斯已经将火药交到了间谍手中，并让对方转告美国总统。为了这批火药，他已经同时得罪了皇室和东印度公司。如果将来自己需要逃往美国，希望对方能让他顺利通过边境。If my factory is discovered, I will know where to find you. 完成交接后，詹姆斯回到了家中，看到他平安回来，波尔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而另一边，长期遭受毒打的吉尔再也无法忍受，最终用一根钢针结束了丈夫的性命。随后，他来到詹姆斯家里，本以为弟弟会收留自己，两人之间的秘密也终于不必再继续隐藏。可詹姆斯接下来的回答却让他当场愣在原地。I will tell Brace to arrange a carriage. By the time you get home, the body will be gone. Home? Yes, You're sending me home? of course. Or you will hang. I will get rid of the body. No one will know. Of course. 第二天，尸体被送到了间谍医生那里，并由他标注成死于霍乱。 For immediate burial. 而此时的东印度公司内部终于响起了久违的笑声，因为老头前来告密，他们总算掌握了火药工厂的位置。可他们并不知道，旁边负责记录的书记员同样是詹姆斯安插的眼线。得知公司准备突袭工厂后，他立刻赶去向詹姆斯通风报信。 James, catastrophe. Farmer Ibbotson took confession. James, no, you are betrayed. You shouldn't be here. I will deal with it. 随后，詹姆斯迅速赶到工厂，命令众人转移尚未完成的火药。由于马车运输太过颠簸，随时可能引发爆炸，他们只能改走水路。而那个出卖他们的人也已经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等东印度公司的人赶到工厂时，里面早已空无一人。这次行动再次失败，彻底消耗掉了斯图尔特最后的耐心。他立刻让手下向詹姆斯下了战书，真正的较量就此开始。 Mr. Delaney, Sir Stuart just wants you to know it's war. The gloves are off. 詹姆斯的货船很快被东印度公司炸毁，没有这艘船，他的贸易公司几乎变成空壳，逃往美国的计划也彻底成了空谈。他怒气冲冲地找到屠夫，质问今天到底是谁负责看守船只。 You were meant to be guarding a ship. 没想到这胖子断了手指还不长记性。为了更好地杀鸡儆猴，詹姆斯挖掉了他的心脏，其恐怖程度就连心比天大的屠夫都倒吸一口凉气。 Good night. 唯一的船只被毁，这让詹姆斯十分苦恼，只能独自坐在码头喝得酩酊大醉。就在这时，温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原来温特看出他心情低落，特意赶来给他送酒。可詹姆斯喝下一口之后，再醒来时已经到了第二天清晨。当他从泥泞中艰难站起时，却发现温特已经死在自己身旁。而从他身上的伤口来看，凶手很可能就是他。第二天，海格尔为女儿举行葬礼，詹姆斯只能远远站在一旁看着，因为他心里清楚，海格尔已经认定自己就是杀害温特的凶手。 There's no certainty it was James who did it. There's no certainty that he did not.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也许詹姆斯比任何人都清楚，所谓忠诚从来不是靠仁慈换来的，而是在利益、恐惧和生死之间被硬生生逼出来的选择。为了守住努特卡湾，他可以用钻石收买人心，也可以用鲜血震慑背叛，可以和间谍交易，也可以把告密者亲手清除。可真正可怕的是，当他一步步把自己变成比敌人更狠的人时，身边那些无辜的人也开始被卷进这场黑暗漩涡。温特的死像一记最沉重的耳光，让詹姆斯终于明白，复仇和权力的路上，没有人能永远只做猎人。黑暗会反噬每一个靠近他的人，而真正的代价，往往不是失去一艘船，而是失去最后一点人性的温度。